相府被抄后，我沦为奴隶，被卖掉前，我抓住了一个猎户的裤脚。求求你，买下我！我家中贫苦，兄弟3人尚未娶妻，若跟了我，便要一起照顾我们，你可愿意？哟，陈老大，你可想好了？这丑货能值几个钱？这脸看了都倒胃口，买回去也是个赔钱货。我愿意，只要不回窑子，我什么都愿意。这位姑娘，我买了。对不起，没注意你跟这么近，撞疼哪里了？先喝点水，吃点东西垫垫，剩下的路还有半个时辰，累了就直说。谢谢，夫君。脚踝磨红了，要是走不动，我背你。天哪，我在想什么？他看着这么壮实，我这么瘦小，晚上可怎么办啊？大哥，这嫂子都睡了一整天了，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？2两银子买回来，若是真熬不住病死了，大哥这买卖可就亏大了。他睡这么久都不觉得饿吗？是他，那个买下我的猎户。他们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？我本是相府嫡女，可爹爹因为得罪了昏庸的老皇帝，落得个全家被抄的夹局。若非心腹丫鬟代替我投井自杀，我早就死了。撞得真够狠的，这张脸全毁了，治好了也是个丑八怪，真是赔钱货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便宜货，只要管顿饱饭就能干活。妈呀，这哪是女人，这简直是撞了邪的罗刹鬼！老子带你走了一路，推销破了嘴皮子也没人肯要。明天要是再卖不掉，老子直接把你扔进城西最下等的烂窑子。那里头的汉子可不挑脸。烂窑子，那是比死还可怕的地狱，那是比死还可怕的地狱。我再也没有勇气撞第2次墙。我想活着，哪怕是苟且偷生的活着，在这深山茅屋里虽清苦，总好过漂泊风尘，任人欺凌践踏。他们竟生得这般模样，京城那些男人文雅风流，可比起这3兄弟，倒少了几分顶天立地的骨气。若不是因为家贫，凭他们的相貌，怕是这方圆百里的姑娘都要抢着嫁。他实在太壮了，我这种身子骨真的能受得住他吗？小山，你去给杨婉晴盛碗粥，多捞点稠的。哎，大哥，我这就去。小五，你去给杨婉晴烧锅热水，她睡了这么久，得洗洗。我叫陈江，是家里老大。刚才那是2弟陈武，3弟陈山。陈家的情况你也亲眼瞧见了，没田没地，拢共就这一间快塌的茅草屋。这方圆百里的村户，没人肯把闺女嫁进这种苦窝子受罪，委屈你了。前几天我进山打了几件好皮子，卖了2两银子。本来我是想拿这笔钱给3弟小山做拜师礼，送他去镇上木匠家当学徒，求个安稳前程。但那天在人牙子摊位前，我看见你跪在泥里求人的样子，心里实在不忍。我想着家里到底缺个知冷知热的人，便做主把你接回了家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不用再担惊受怕。我也希望你能安心住下。嫂子，你饿坏了吧？快，趁热吃点粥，
这是大哥特意让熬的。别躲，饿了就吃。小山，杨婉晴饿了太久，脾胃虚，你慢慢喂她吃，别让她呛着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一定伺候好嫂子。我去后山转转，看能不能抓只野鸡回来，杀给她补补身子。嫂子，大哥上山去了，你快吃，凉了就腥了。居然是肉！嫂子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，锅里还温着大半锅呢，管够。我以为我要死在泥坑里了。嫂子，热水烧好了，滚烫的，我这就给你抬进来。大半年了，我这身上不仅有臭味，还为了躲避劳保接客，故意抹了半寸厚的黑泥和污垢。好，那就有劳二弟了。哎，嫂子，应该的，都是应该的。嫂子，你都叫二哥了，我也想听你叫我一声三弟，你可不能偏心啊。三弟，二哥，嫂子叫我三弟了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快给嫂子打手。那嫂子，我们就先出去了。对，嫂子，你有事儿就隔着门喊我们，我们就在院子里守着。这衣服你先将就着穿，是我大哥从前的旧衣服，虽然破了点但洗得干净。我知道了，多谢两位兄弟。这副样子，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瘆得慌，像个活见鬼的夜叉。可陈家兄弟为什么还能对着这样一张脸笑得出来，一点也不嫌弃？我不过是个2两银子买来的残次货，论尊严，论身份，分明是我配不上陈江了。他们似乎根本不在意我这张脸有多吓人。或许这里真的能容下我。这副模样，我这半年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？二弟、三弟，可否帮我换下水？哎，来了，嫂子你等会儿，我们这就进来了。嫂子，这缸是新的，水也够热，你再好好洗洗，不够了再叫我们。即便落魄至此，能有瓦遮头，已是万幸。嫂子，外面日头大，快坐这儿。你去院子里太阳好的地方晒晒头发，干得快，省得受了凉。多谢。嫂子，这块粗布虽然不值钱，但还没下过水，你拿去做个抹额，正好挡挡阳光。谢谢。嫂子，你好美啊！怪不得大哥非要花光那2两银子买你回来。
美吗？在这乱世，没有自保的本事，这张脸只会招来祸端。写好了。写好了。山上摘的，先垫垫肚子。谢谢，夫君。家里缺个女人，这一刻终于要来了吗？把衣服脱了。杨婉晴，你求的不就是这条命吗？比哭还难看的，如今这便是代价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这草棚漏风，外头就是你的2个亲弟弟，你叫我如何放松？别怕，在这边事儿结束前，小五和小山暂时不会进来。若是让2弟3弟听见，我还要不要活了？这不该是我，杨婉晴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婉晴，侯府世子已送来定亲礼，从此往后，咱们家婉晴就是这京城最尊贵的少夫人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知道自己穷，这茅草屋也委屈了你，但我陈江既然买了你，这辈子就会对你好。只要我陈江还有一口气在，上山打猎，入林射线，就算拼了命，也绝不会让你杨婉晴饿到半点。别哭了，好吗？真是属牛的。嫂子，你可算醒了！大哥和二哥天没亮就上山打猎去了，特意交代我在家守着你。睡了这么久，你饿坏了吧？大哥在锅里给你温着白米粥呢，我这就去给你盛饭。这衣服是他穿的，还好是他帮我穿好的。要是让陈山看见我昨晚那副样子，我真的没脸活。嫂子，大哥今早出门前特意叮嘱了，说你昨晚累到了，身子虚，得好好补补。来，嫂子，这汤里我放了野山参须，我来喂你吃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吃就好。啊！大哥还说你肯定没力气端碗呢。那好吧，嫂子你力气小，拿不稳了记得换我。你怎么一直看着我？快去做你自己的事儿。因为嫂子你好看啊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像嫂子这么标致的人。
胡说什么？嫂子，你别不好意思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知道，但陈山，你要记住，长嫂如母，以后这种行事言语万不可再有了。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陈山已不是7、8岁的稚童，这种盯着嫂子看的举动绝不能纵容。嫂子，你别生气，不喜欢的话以后我不说就是了。你快吃饭吧，这汤凉了就真腻口了，大哥回来得心疼死。嫂子，你慢点。这些都是他们兄弟3人做的。我们兄弟3人虽然没读过书，但有一身力气。大哥说了，日子可以穷，但不能糟蹋。这洗衣扫地的粗活，嫂子你就别沾手了，都是我们男人干的。在这乱世，穷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穷而无志。跟着这样的人，或许日子真的能有点奔腾。三弟，我看家里该收拾的都利索了，可还有什么我能搭把手的？我是这家的媳妇，总不好一直白吃饭不干活，哪怕是择菜洗碗，你教教我，我也能学。哎呀，使不得使不得，嫂子你快把东西放回来。这挑水劈柴、洗衣做饭的活全都有我们哥几个呢。我们皮糙肉厚的干惯了，哪能让你这一双白嫩手沾这些泥沙？大哥今早临出门前特意揪着我和二哥的耳朵交代了，你身子弱，受了太多苦，以后在陈家一根手指头的重活都不准让你干。不准让我干活，他竟然是这么对弟弟们说的吗？可我闲着也是闲着。嫂子，你就安安心心坐那儿休息，晒晒太阳，散散心便好。三弟，我看家里只有你们兄弟3人，你们的父母呢？早就死了，我那时候还小，记不得多少。我和二哥能平平安安长到这么大，全靠大哥。大哥这些年太苦了，若没有我和二哥这2个拖累，凭他那一身打猎的好本事，早该去城里过上顿顿有肉的好日子了。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可陈江竟凭着一杆弓箭，硬生生把2个幼弟拉扯得如此高大强壮。凭一杆弓箭撑起一个家，这茅草屋的每一根梁，院里的每一捆柴，怕是都浸透了他的血汗。这些年，他到底费了多少心力，才护住了这个家？想到昨夜陈江那双粗糙却滚烫的大手，我心中那股生理性的畏惧，竟渐渐被取代。你大哥是个极有责任、有担当的男人。既然陈江能如此护着契亲，那他答应一辈子对我好的话，想必也定会言出必行。这是鹿！大哥，二哥，你们竟然猎到了这稀罕玩意儿！小山，去厨房火速扒2口饭，吃完带上绳套跟我去镇上。现在去？天都黑透了，趁这头鹿还吊着一口气，赶紧送去镇上的酒楼，鹿血大补，只有趁活的时候取才值大钱。等鹿要是死透了，灭凝了，镇上那帮财主可就不认账了。哎，我这就去。夫君，山路险峻，又是黑夜，还是等明日？等不得，你安守在家，我去就回。老二，这么晚了，山里野兽多，路又不好走，他们扛着那么重的路，万一有个闪失……嫂子别担心，大哥和三弟常年钻这林子，哪棵树底下有土坑，哪块石头后面有蛇窝，他们闭眼都能摸清。这点夜路啊，出不了事儿的。那就好。嫂子去屋里歇着吧，大哥说了不让你沾灵水，热水马上就好。
嫂子，洗完了吗？我给你倒了盆泡脚水，放门口了。水里我撒了点大哥采的红血草药，泡泡解乏。嫂子，你泡完就先睡吧，别等了。那你呢？二弟也快去歇息吧。我在院子里等，大哥他们不回来，我不放心。陈江不在，让我单独面对这高大威猛的陈武，我也确实很不自在。虽说昨日陈江不在，倒是我多虑了。夫君，你醒了。媳妇儿，这是昨日那头鹿卖得的，30两银子，你收好。30两，这么多银子，你这就交给我保管了？这有什么好一争的？你是我陈江明媒正娶买回来的媳妇儿，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家里的进项交给你保管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再正常不过的事儿？难道你还想让陈山那毛躁小子拿着去霍霍了不成？他竟真的对我毫无保留。对了，明日便是镇上逢集的日子，你来陈家也有些日子了，家里缺什么，或者你自己想买什么胭脂布料，今天提前想好，明天一早我带你去集上，想要什么尽管买回来。知道了，夫君。30两银子，若是放在1年前的相府，怕是连我宴请姐妹的一顿酒席钱都不够。可如今在这深山里，这竟是陈江拿命搏回来的全副家当。我才进门几天，他竟然就这么放心交给我了。夫君，你把全部家甲都给了我，你就不怕我哪天趁你们进山拿着这钱跑了吗？跑？就你这走2步路都要喘3喘的弱身板，这大山深处野狼出没，连我都不敢说能全身而退，你觉得你能跑得出去？他这是在笑话我百无一用吗？谁说我要跑了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保管这笔钱的。嫂子快坐，大哥特意吩咐熬的稀罕货，趁热吃。这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吃白米粥吗？你们不用这样的，以后我和你们吃一样的饭就好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哪有我吃细粮让你们吃糙米的道理？嫂子，你可别折杀我们，我们皮实吃啥都能长力气，你这身娇肉贵的，哪能受得了糙米伺候子？是啊，嫂子，你能来我们家就是天大的福气，好东西自然该紧着你。老是吃你的。你身子弱，之前受了那么多罪，本就该养得精细些。这些操活苦食，由我们老爷们顶着就行。这陈家3兄弟虽是没读过书的糙汉，可这番赤诚的偏宠，竟比京城那些所谓的温润君子要动人1000万倍。嫂子，你真别往心里去。咱们老爷们儿整天进山跟畜生搏命，皮糙肉厚的，只要能吃饱肚子，就有的是力气。吃啥不是吃？你可不一样，你这身子骨跟豆腐捏的似的，得精细养着。对啊，嫂子，大哥说的对，你只管安心吃你的，只要你吃得好，脸色红润了，咱们兄弟干活都更有劲儿。从前的未婚夫说会护我一世周久，结果相府一倒，他变成了催命符。俗话说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光凭这一点，他们已经胜过天底下绝大部分男人了。或许被陈江买下，不是我杨婉晴的末路，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。
山路远，你这身子骨走不到镇上就得废了。上来。方圆1里地，竟瞧不见半个灵狐。若非有陈江护着，我这样的弱女子，怕是死在山里都没人知晓。哟，陈老大，今儿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这背上驮的是哪家的俏姑娘啊？千万别被认出身份，相府的逃犯，若是被揭穿，陈家也保不住我。看什么看？这是我陈江明媒正娶买回来的媳妇儿，谁有异议？哟，陈老大，你这背上驮的真是你媳妇儿？这10里8乡谁不知道你们陈家穷得连耗子都搬家？哪家正经姑娘瞎了眼愿意嫁娶你们那个穷窝子？莫不是他们兄弟进山打猎，从哪家庄子上顺手拐回来的吧？拐来？陈江为了救我，舍弃了3弟的前程。这些长舌妇怎敢这般污蔑他？放你爹的狗屁！满嘴喷粪的东西！大嫂是我哥倾尽家底，花了整整2两银子从集上的人牙子手里明明白白买回来的。我们陈家3兄弟虽然穷，可顶天立地，绝干不来拐卖人口那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儿。2两银子，嘿，2两银子能买到什么好货色？这价钱，怕不是哪家窑子里被睡烂了不要了的残次货在这捡漏呢吧？陈老大，你背着这么个被人玩坏了、生不出种的东西当宝贝，不怕坏了你们老陈家的根？你自己那心眼子烂透了，喜欢往瓢窝里钻，便以为天下人人皆如你这般龌龊卑劣吗？我大嫂品性极好，是难得的好姑娘。往后若再让我们听到你随意非议诋毁她，我们绝不会轻易姑息。好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2弟、3弟，快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靠！吓死老子了！我的天爷，这哪是女人，这简直就是个吃人的罗刹！怪不得人牙子才卖2两银子呢，这种货色买回去，半夜醒了都能被吓死，这简直就是个夜叉！别怕，我媳妇儿长得如何，还轮不到你们这群烂嘴的来智慧。从今往后，谁要是再敢污蔑我媳妇儿半句清白，或是拿她的容貌取笑罪抽，那便是我陈家3兄弟的死仇。我们陈家人定会和他不死不休。小五、小山，我们走。药堂？我们不是来买过冬物资的吗？为何要来这里？大夫，劳烦您给看看我媳妇儿头上的这块疤痕，还有救吗？夫君，你要给我治脸？我以为他是带我来买过冬的粮油，却没成想，他心里记挂的竟是这块连我自己都厌恶的丑疤。暴殄天物啊！好个俊俏的小娘子，怎么现在才来看伤？这要是早来半个月，何至于此啊？检查过了，虽说是晚了点儿，但也不是不能治。不过我有言在先，这伤口入疮，就算治好了，将来也肯定会多少留下一些粉红的痕迹。而且这整个疗程的去腐生肌膏配下来，再加上内服的药材，至少得花费20两银子。夫君，太贵了，咱们家一共……想好了，还请大夫开最好的药，只要能治，银子不是问题。好，顺便再给我媳妇儿仔细把把脉，看看她在外面漂泊的时候是否落下了什么陈歌旧医，一并调理了。检查过了，这小娘子的底子不错，
身子骨倒没什么致命的大毛病，这是什么？这心病最是难医，我看他脉象沉滞，肝气郁结的极其严重，长此以往下去，怕是会积郁成疾，恐成无药可医的心病啊！灭门之仇，流亡之苦，我如何能不预见？我先给这小娘子开几副解郁汤，舒缓一下胸中闷气，但关键还得看你们平日里怎么宽她的心。还请开药，臣将记下了。你会缝补衣裳吗？会一点的。世家贵女，德容颜宫，女红颜是必修的。在那相府内，即便是京城最好的绣娘，也曾夸赞我指尖有灵气。既然如此，便别买现成的了。去，你自己去挑选喜欢的布料，不管是给你自己裁衣，还是给家里做，只要你瞧得上的，尽管挑。在这个买卖人口的世界，他竟给了我挑选的权利。掌柜的，劳烦拿匹耐磨的深色粗布，再要2匹柔软些的青色棉布，再剪1尺绸布。掌柜的，您瞧瞧这帕子，能不能放您这儿代卖？针脚太粗，绣线都劈了，这种货色卖不动。京城第一绣娘曾赞我针下有灵，如今陈家家贫，这倒是个迹象。掌柜的，敢问贵店可还接绣活？若是绣样出众，可否代为寄售？接倒是接，不过咱们店眼光高，寻常的猫儿狗可入不了眼。夫君，我会些刺绣，可否让我也接点绣活回去做？胡闹！那针尖大的东西最是伤眼，且做久了劳心费神，你得好好养着。陈家还没到要女人熬干心血养家的地步。可我在家坐着也是闲着，接点活计，不仅能散散心，也好给家里减轻些负担。少接一点，不准熬夜。好，我都听夫君的。记着，那绣花针一天不准动超过1个时辰。若是被我瞧见你熬坏了眼，这活我随时给退回来。夫君待我这样好，我若只是白吃白住，心中实在难安。哪怕只是赚几个铜板补贴家营，也算是我的一份心。要最好的，2块香胰子，1瓶擦脸油。夫君，买布买药已是花了不少，这些精细物件不用破费了。你现在是我媳妇儿，别的小娘子有的，你也要有。4位客官，好嘞，大碗肉面来喽！吃肉吃。夫君，你自己也吃，你整日进山，不补力气怎么成？我不爱吃肥的，一人你多吃点，把气色补回来。对，嫂子多吃点。杨婉晴，你上辈子定是攒了极大的功德，这么会疼媳妇儿的男人，竟让你给遇上了。老天爷终究是待你不薄的。忍着点儿，可能会有些疼。不疼，凉飕飕的，很舒服。夫君、二弟、三弟，你们且站直了，我给你们量量尺寸，把新衣裁出来。未出阁时，我也曾幻想着为未来的夫君量体裁衣，可那时我何曾想过，有朝一日，我竟同时为3个男人缝补余生。二哥，你看，这针脚比镇上成衣铺卖的还好。不妙，他这眼神简直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。这蛮汉子真不知哪来的这般气力。
掉了，竟然真的掉了！只要养一养，等这粉色退了，再抹点脂粉，就再也没人瞧得出来了。伤好全了，他竟像彻底换了副模样。如今每到入夜，我便止不住的心慌意乱。这般光景，真是叫人又羞又怯，连呼吸都跟着发紧。小娘子这额头的伤倒是好全了，不过这胸中的离气依然有些郁结。除此以外，老夫观你媳妇儿脉象虚浮无力。陈老大，你也是个当家人，怎能如此不知收敛？他这是纵欲过度，伤了本源，身子已经有些虚了。别说了，求您别说了。真将受教了。睡吧，大夫的话我记着呢。多谢夫君体恤。嫂子，今日镇上逢大吉，二哥买了头肥羊，咱们一起去瞧瞧热闹。三弟，我不去了，这手中的绣银催得紧，布户掌柜明日就要来取。嫂子，你都1年没出过这院门了，除了大哥，谁也劝不动你。这1年日子好了，可我这心却更慌了。这1年，我苟且偷生，疤痕没了，可我这张脸却成了最大的祸端。若是被认出我是相府余孽，好不容易从那地狱般的青楼逃出来，可杨家满门的惨状，每闭一次眼，便要在心头剐上一刀，我如何能开怀？1年前的这个时候，京城的血怕是还没冲干净。爹爹、娘亲、婉晴在这山野里锦衣玉食，可你们……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如何能宽心？我如何能开怀？夫君，你不是去镇上给布庄送绣活了吗？怎么这个时辰就回来了？夫君，你弄疼我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相府，你爹杨相是被冤枉的，杨家满门清白，圣上已昭告天下平反了。媳妇儿，婉晴。陈老大，别转了，没什么大事。都吐黑血了还没事，你医术行不行？淤血既出，经脉自通。杨姑娘这是郁结过深，吐了黑血反而痛快了。不过还有件更要紧的事儿，她已经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。这段时间你给老夫收敛些，莫要再行房事，动了胎气，老夫可保不住。我有身孕了。媳妇儿，听见了吗？有咱们的孩子了。不错，你这脉象虽然虚，却是实打实的喜脉。不过今日你听闻平反，情绪波动太大，这一口血吐得虽快意，却也实实在在的动了胎气。回去后得连喝7日安胎药，切记不可再大悲大喜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大夫。
你们别这么盯着瞧。夫君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？老二、老三，你们先出去守着。刚开始在人牙子摊位那儿瞧见你，你满脸泥垢，只是觉得那双眼珠子像极了一个故人。直到你走投无路，死死抓住我的裤脚求招，我才彻底确定，你就是当年的杨婉晴。那日他在集市，分明是个陌生猎户，他为何会认得我？为何会为了我舍掉全家人的生计？可是你一个大山里的猎户，怎么会认得我这深闺之中的相府千金？我们以前见过吗？7年前，在京城，那时我爹刚病死在进京寻亲的路上，我们兄弟3个在街头插着草标，卖身葬父，路过的人不少，有的看热闹，有的吐口水。只有你见我们兄弟3个可怜，二话没说，直接让随行的丫鬟给了我们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，对我们兄弟3个来说，那是命，是爹入土为安的尊严。葬了我爹后，我就带着小五和小山回了老家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记住了你的模样，靠着那点余钱置办了猎具，才活了下来。10两银子，我随手的一点怜悯，竟在7年后成了我从地狱逃出来的救命稻草。难怪父亲以前在府里常对我教导说：“但做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”10两银子，当初的一抹怜悯，竟成全了今日的救命之恩。若非那场偶然，那日奴隶摊前，陈江又怎会倾尽身家买下我这个毁了容的废人，护我周全？媳妇儿，现在新帝登基，杨家已经彻底平反了。圣旨已下，你是杨相唯一的血脉。如果你现在回到京城，皇上为了弥补杨家，一定会总补偿你的。你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相府千金，你想回去吗？夫君，你觉得我还能回得去吗？没有对繁华京途的向往，这里才是我的家。从前的相府千金杨婉晴，早就死在1年前的那场大火里了。回去面对那些曾经落井下石的权贵，单说我曾被卖入青楼那一段过往，就足以让京城的悠悠众口把我生生淹死。以后这里才是我的家，现在能安安生生的在这里过下去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媳妇儿，谢谢你肯留下来。陈江这辈子没读过书，让我一口唾沫一个钉。这辈子、下辈子，我都会永远对你好的。慢点修，代说了不能久坐伤神。你瞧，我去镇上给你带了酸梅膏，不过是随口一提，你怎的还特意跑一趟？也不知道顾着自己。只要是你想要的，别说跑一趟镇上，就是翻3座山，我也给你寻来。嫂子，嫂子，你快看看，二哥非要教我做山楂糕，我俩把锅都烧糊了。嫂子，对不住，我俩笨手笨脚的，糟蹋了你晒的山楂。等下我再去山里给你摘最新鲜的。傻不傻？想吃我教你们便是，哪用得着这么手忙脚乱的？咱家问你，这画上的女子，你可在这镇上见过？放肆！公公问话，你也敢隐瞒？官爷，这女子是山里陈家猎户的媳妇。夫君，你说咱们的孩子是像你多一点，还是像我多一点？像你好，像你蔓延好看，性子也温柔。若是个小子，我便教他打猎射箭；若是个丫头，我便把她宠成小公主。陈江，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事。圣旨到，忠烈杨相遗孤杨婉晴接旨。还是找来了吗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册封为安和县主，10亿300户，着即刻随内侍回京入皇城居住，钦此。
县主，恭喜您啊，再也不用在这穷乡僻壤受苦了。回京之后，您依旧是那京城最尊贵的贵女。呵呵，这位就是买了县主的猎户。县主，如今您身份尊贵，与这山野村夫本就不是一路人。婉清，圣旨在此，回京是你的权利。杨家的祖产，你父母的荣宠，都在京城。若是你想留下，我陈江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无论你选什么，我都依你。嫂子，不管你选啥，我们兄弟都认你。嫂子，我们舍不得你，可我们也不能耽误你。臣女杨婉晴，谢陛下隆恩，领旨谢恩。只是，臣女身怀有孕，已是陈家妇，只求在这陈家山安稳度日。县主，你疯了！那可是京城的荣华富贵，是杨家的祖宅。公公不必多言，我父母一生所求，不过是我平安喜乐。如今我夫君待我情深意重，这里才是我的归宿。县主，您可别后悔，咱家就在镇上的驿站住3日。您若是想通了，随时可以来找咱家。婉清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肯留下来。傻瓜，我早就说过，这里才是我的家，除了你身边，我哪里也不去。陈江，怎么了？别怕，有我在，锁好门，不管听见什么都不要出来。杨婉晴，拿命来，就该跟着你那死鬼爹一起下地狱。李主簿说了，绝不能让你活着回京。狗贼，敢动我嫂子一根汗毛，我劈了你们！婉晴，小心！敢伤我媳妇儿，老子今天让你们一个都活不了！你！不好，事情败露了，撤！想跑？伤了我的人还想跑？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陈江，你别吓我！我没事，没伤到要害，婉清，你没事就好。陈江。县主放心，陈老大命硬，没伤着内脏。倒是县主您怀着身孕，可不能再这么熬着了。傻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傻，用自己的身子挡道？没想到这些奸贼余孽竟然敢尾随而来。县主，是咱家疏忽了，定要将这些奸党连根拔起，告为杨相在天之灵。有劳公公了，只是回京之事，我心意已决，还望公公回禀圣上，不必再劝。县主情深意重，哪家佩服？圣上那边，咱家必然如实回禀。圣上有旨，县主不愿回京，便将这陈家山周边的1000亩良田尽数赐给县主为汤武义，再赐黄金100两，锦缎100匹，命当地官府好生照拂，不许任何人惊扰县主安宁。媳妇儿，让你担心了。你还知道我担心？以后再敢这么不要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不让我死，我绝不敢死。
恭喜陈老大，恭喜县主，是个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媳妇儿，辛苦你了。你看，我们的孩子多好看。夫君，你说7年前我随手给的10两银子，怎么就换来了你一辈子的守护呢？不是10两银子，是你。7年前，你就是照进我泥泞人生里的月亮，如今月亮落进了我怀里，我自然要守有一辈子。爹，儿子没用，耗尽了家产，也没能留住您的命。大哥，把我们也卖了吧？对，大哥，我们还小，兴许我没儿子的人家想买去养老送终呢。只要能凑够葬爹的钱，把我们卖到哪儿都行。是大哥没本事。小伙子，12岁了，身子骨看着还行，能干苦力吗？只要10两银子，葬了我爹，这条命就是您的。10两，抢钱啊！买个壮赌也就这个价，你这还带着2个拖油瓶，谁买得起？嘿嘿嘿嘿，不划算，走吧走吧。真的要看着爹抛尸荒野吗？10两银子，小伙子，买你实在不划算。哟，这2个小的生的倒是标致，皮肉也嫩，保管是棵摇钱树。这2个小的，我出15两，如何？不卖，滚！呸！给脸不要脸，在这等死吧！四花，你快瞧，他们生的那样好看，为什么要在头上插稻草啊？是京城新出的玩物吗？小姐，那是卖身标，那是在说他们要卖掉自己，去换银子安葬家里长辈呢。怎么会？为了安葬父亲就要卖了自己？四花，我不去银楼了，那些首饰我也不买了，把里头的银子拿出来，都给他们吧。小姐，这可使不得，这可是相爷给您置办生辰礼的银子。再说了，这天底下的可怜人多如牛海，你哪能帮得过来啊？但至少我能帮到眼前我看到的这个可怜人，把银子给他们吧。拿着吧，今日算你们兄弟3人走大运了，碰到了我们家小姐。谢小姐，谢小姐大恩大德。快起来吧，拿着银子，快回去把你父亲好生安葬了，别再跪在这儿受冻了。敢问小姐尊姓大名？臣将无以为报，来日若有机会，我们兄弟3人定会结草衔环，以命相报。不可能，那是天上的明月，怎么会落到这烂泥地里？顶多是眼睛长得像罢了。仰想千金，怎么会沦为2两银子的奴隶？2两银子毁容的贱婢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是他，真的是他。嘿嘿，陈老大有眼光，这货色虽然脸坏了，想好了，我家中贫苦，没你想的那么富足。我家兄弟3人至今尚未娶妻，你若跟我走了，以后不仅要操持家务，更得一并照顾我们兄弟3人。如此，你可还愿意？我愿意，只要买下我什么都愿意。
身子骨单薄的跟纸糊的一样，还没进门就先晕了。我说老板，这女人买回去能生孩子吗？别是买个药罐子回去供着吧？嘿，陈老大，你这就瞧走眼了，她那是饿的。这娘们儿骨架子匀称，原是个顶尖的货色。我也不坑你，看在你是个实诚人的份上，5两银子，只要5两，你现在就能把人扛走。5两银子，你这心肠比黑瞎子还黑。你当老子的银子是大水冲来的？哎，陈老大别走啊，价钱好商量，3两，3两银子，我这还得搭半年的粮钱呢。最多2两。要不是我这家里实在穷得娶不起媳妇儿，两兄弟又整天打光棍，你以为我会买她这么一个破了相、看了都倒右口的女人吗？行，陈老大，算你狠，2两就2两，全当老子今日出没看黄历，赔本赚个吆喝。王强，别怕，我这就带你走。办手续，消极因果。从此往后，你不再是奴。怎么青成这样？这些年到底遭了多少罪？大哥，那个夜叉回来，这能看吗？大哥，咱家虽然穷，可2两银子，你也太糊涂了。看清楚了，她是7年前在京城大街上救过我们命的那位大小姐。是她，是杨家那位小仙女，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大哥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就算自己饿死，她受半点委屈。对，以后咱们全家供着她，她就是我们秦大嫂。听好了，相府应该是出大事了，她现在受了极大的刺激。等她醒来，你们都要装作不认识她。为什么？她现在的自尊心比命还重，若是让她知道我们是当年的乞儿，只会让她想起以前的惨状，更难受。是，听大哥的。